各位国内的球迷朋友们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马上将要举行的就是孙颖莎和陈梦的女单的决赛，两位最顶尖的选手现在是决战至山巅了。我们现在依旧是在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4号馆，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的转播。梦想现在肯定还实现不了啊。梦想肯定是能打世界冠军大满贯嘛，然后能当上主力吧，但是现在肯定还是实现不了的吧。但是我肯定会努力嘛。将来有些什么样的目标？将来肯定也想像宁姐那样成为大满贯。外界都称你为希望之星，你怎么看？可能就是因为我打了那2站公开赛吧，然后可能大家给我起的吧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然后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一步一步走吧，然后现在踏实走好每一步吧。上周结束的日本乒乓球公开赛上，中国16岁的小将孙颖莎一鸣惊人，拿到了女单和女双2项冠军。一时间，关于国乒后备人才培养的关注和讨论再起。今天我们体育啪啪关注的话题就是女乒出了个孙颖莎。这样，孙颖莎4比3战胜了中国选手陈梦，未来可期啊！是啊，中国的小将让我们眼前一亮，刮目相看。2017年6月，孙颖莎通过资格赛第1名，获得了日本公开赛的参赛资格。赛前几乎无人看好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将，然而孙颖莎却一路过关斩将，展现出惊人的实力。她先后战胜了港队一姐杜凯琴、新加坡一姐冯天薇、德国一姐单晓娜，成功杀入了半决赛。在半决赛中，面对曾经自己阻挡在国乒门外的队友王曼玉，孙颖莎以4比0的绝对优势完胜，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和坚定的决心。而在决赛中，面对国乒未来一姐陈梦，孙颖莎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，上演了惊天逆转，最终4比3夺得了女单冠军。与此同时，孙颖莎还搭档陈幸同，在女双比赛中逆转取胜，夺得了冠军，成就了双冠王的辉煌。孙颖莎的神奇之旅并未在日本公开赛结束，1周后的成都公开赛，孙颖莎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实力，一路杀进半决赛。这一次，她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刘诗雯。中国乒乓球公开赛昨天晚上结束了男女单打半决赛的争夺，在女单的较量当中，中国选手包揽了4强，而半决赛爆出冷门，不满17岁的孙颖莎以4比0横扫了2号种子刘诗雯，她将会和丁宁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女单冠军。上周的日本公开赛，孙颖莎连拿女单和女双2个冠军。本场比赛一上来，她在首局一度4比9落后，紧接着刘诗雯10比7拿到3个局点。然而孙颖莎连得4分，将比分反超。11平之后，她又连拿2分，13比11先声夺人。接下来2局双方打得大开大合，孙颖莎第2局一上来5比1领先，刘诗雯马上连得6分，还以颜色。但孙颖莎进攻质量高，11比8再胜1局，总比分2比0领先。第3局，这位小将在1比4落后的情况下连拿8分，打的世界冠军一点脾气都没有。11比6，孙颖莎总比分3比0拿到赛点。小魔王孙颖莎的表现令人瞩目，在东京周期的大赛胜率相当出色。2017年，她的胜率达到了恐怖的95.45%。2018年和2019年，她大量参加成人比赛，胜率依然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。2019年是孙颖莎的爆发之年，在直通赛中手撕剧本，打到了第2，拿到了世乒赛单打的资格。女单第3轮比赛中打败伊藤美诚，在正赛第3轮遇到了老对手日本名将伊藤美诚。这场硬仗上，孙颖莎充分发挥了自己速度快、正手进攻犀利的特点，以4比1淘汰伊藤美诚，为中国队最终夺冠扫除了最大的障碍。全年共6站白金赛事中，孙颖莎在6月的日本公开比赛中连胜王曼玉、陈梦，最终4比3战胜刘诗雯。7月澳大利亚公开赛4比0战胜大满贯选手丁宁。10月德国公开赛4比1战胜伊藤美诚，拿下3站白金赛事的女单冠军。2019年亚锦赛连胜队友王曼玉、丁宁、刘诗雯登顶，获得首个亚锦赛的女单冠军。全锦赛中4比0战胜朱玉玲，孙颖莎势如破竹，在短短的1个月内连过5大主力，拿下这2个分量很重的大赛冠军。在 T2 新加坡钻石联赛决赛中战胜老对手伊藤美诚，拿下冠军。女单决赛在孙颖莎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之间展开，孙颖莎以11比7和11比3拿下前2局的胜利。随后伊藤美诚依靠强力搏杀连追2局。
由于比赛时间超过24分钟，所以从第5局开始，双方进入强武大战。在强武大战中，孙颖莎和伊藤美诚每分必争，但在关键分的把握上，同为19岁的孙颖莎更胜一筹。决胜局双方战成4比4平。面对伊藤美诚的发球和主动进攻，孙颖莎稳稳地拿下1分，赢得冠军。在2019年东京乒乓球团体世界杯上，中国女团与日本女团在决赛相遇。然而，丁宁在半决赛时腰伤发作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孙颖莎临阵受命，出任一单，对阵国乒的头号劲敌伊藤美诚。11月的世界杯团体赛，同时也是东京奥运会的测试赛，在东京体育馆进行。中国队和日本队成为女团决赛的对手。国乒教练组经过研究决定，派出孙颖莎对阵日本队的1号主力伊藤美诚。前2局主场作战的伊藤美诚打得非常凶狠，取得了总比分2比0的领先，这让孙颖莎倍感压力。豁出去的孙颖莎连扳2局，把比赛拖入决胜局。谁知她又被伊藤美诚压制，对手以10比7率先拿到赛点，没有退路，只能向前。孙颖莎激发出最强小宇宙，她连得5分，以12比10完成了超级逆转。2020年，孙颖莎在奥运模拟赛中获3冠王，世界杯女单获亚军， WTT 澳门站女单夺冠。整个东京周期，孙颖莎对主要奥运对手保持优异战绩，尤其是日本的伊藤美诚。在东京奥运会上，她的女单和女团比赛中2次战胜了伊藤美诚，为中国队立下赫赫战功。选手孙颖莎对阵日本的伊藤美诚，两位呢都是00后选手，这是一场备受关注的青春对决。孙颖莎11比3首先拿下1局，第2局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，孙颖莎连赢8分，逆转又拿下1局。随后，孙颖莎也是干净利索地拿下了第3局和第4局，以总比分4比0取胜，顺利晋级决赛。第2局曾经3比9落后，能够连拿8分，这时候是怎么做的？其实伊藤打球其实也是非常有特点，其实他的赢球也非常快，其实他有时候打球其实整个的节奏比较快吧，所以说其实昨天晚上也跟刘主席也一直在沟通吧。其实我觉得打到现在还是1分都不放弃吧，我觉得还是不管领先落后多少，我都会全力以赴吧，肯定有赢回来的机会。第2场单打比赛，孙颖莎对阵伊藤美诚。此前的女单半决赛中，孙颖莎曾经4比0横扫对手，而失利的日本新星本场进行了调整，主动改变了节奏。虽然取得了微弱的领先，但很快被孙颖莎识破，从6比8到11比8，孙颖莎连拿5分，先下1局。第2局，伊藤美诚又打出了自己速度快的特点，而孙颖莎也马上拿出应对之法，退台一步，以反手旋转克制速度。很快，孙颖莎以11比5再下一城，取得2比0的领先。第3局，孙颖莎出现了一些波动，伊藤美诚趁机反扑，以11比3扳回1局。急于追分的日本选手此后越打越急，而孙颖莎则是及时调整，把比赛带入了自己适应的节奏里，大开大合，霸气拉球。孙颖莎11比3大比分拿下第4局，总比分3比1，为中国队取得2比0的领先。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，孙颖莎凭借着出色的表现，成为了国人心中的骄傲。然而，体育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。在东京奥运会后的休斯顿世乒赛上，孙颖莎经历了一场艰难的挑战。孙颖莎和王曼玉都是首次闯入世乒赛女单决赛，作为队友，彼此非常熟悉。首局从这第1分是否碰到球衣的争夺，就可以看出孙颖莎和王曼玉对胜利的渴望。孙颖莎先是4比1领先，接着王曼玉加强进攻，以10比6反超。这时孙颖莎并没有放弃，一分一分咬，并以13比11逆转成功。第2局6比6时，王曼玉主动发力，而孙颖莎失误增多，王曼玉11比7扳回1局。第3局，孙颖莎利用节奏变化，11比6获胜，总比分2比1领先。第4局3比3平后，王曼玉通过反手进攻屡屡得分，11比6，王曼玉将总比分扳成2比2平。
第5局，王曼玉反手连续发力得分，从5比1、10比5到11比8胜出。第6局，孙颖莎4比0开局，被王曼玉追成4比4。此后双方比分焦灼，精彩纷呈。关键时刻，王曼玉抓住机会，17比15锁定胜局，总比分4比2获胜，夺得了女单冠军。休斯顿世乒赛失利后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孙颖莎在2023年迎来全面爆发。她先后斩获了7个单打冠军、5个混双冠军、2个女双冠军和3个团体冠军。在国乒年初的计划当中，上半年的德班世乒赛，下半年的杭州亚运会无疑是全年的重中之重。以此呢作为衡量标准，在国乒的所有队员当中，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小魔王孙颖莎。从上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开始，孙颖莎身兼3项，并且女单、女双和混双3项全部夺冠，夺冠概率呢为100%，这也是 WTT 大满贯赛事历史上的第1个3冠王。孙颖莎赛后的那一句“越到后面自己越兴奋”，令人动容。接着在德班世乒赛上，孙颖莎一路过关斩将，与陈梦在女单决赛场上相遇，最终孙颖莎是4比2战胜了陈梦，获得了女单冠军。下半年的杭州亚运会，孙颖莎更是大放异彩，夺得了女单、女团、混双3项冠军。孙颖莎的2023堪称完美。2023年5月28日晚，德班世乒赛女单决赛在孙颖莎与陈梦之间展开，最终孙颖莎4比2战胜陈梦，生涯首次夺得世乒赛女单冠军。比赛中，陈梦以11比5顺利拿下首局。第2局，孙颖莎以3比1开局，随后她将比分扩大到6比3，陈梦紧咬比分追至8比8，孙颖莎连得3分，以11比8将局分改写至1比1。第3局，两人开局激战成3比3，孙颖莎连得3分，取得6比3的领先，以10比7获得局点，并以11比7取得了这一局的胜利，局分2比1反超陈梦。第4局，两人开局打成2比2，中局孙颖莎取得6比4的领先，陈梦为自己叫了暂停。比赛恢复后，孙颖莎连得2分，将比分扩大到8比4。陈梦2个幸运球得分后，将比分追到8比8，孙颖莎也叫了暂停。最终，孙颖莎以11比7再赢一局，局分扩大为3比1。第5局，孙颖莎在开局1比4落后的情况下，打出了一波4比0的小高潮，以5比4反超比分。终局两人战成6比6。随后，孙颖莎心态出现波动，陈梦以11比7扳回一局。第6局，孙颖莎先取得4比0的领先，陈梦又将比分追成4比4。之后，孙颖莎取得了8比5的领先，并以11比6锁定胜局。在2024年澳门世界杯上，孙颖莎4比2战胜队友陈梦，晋级决赛。第1局，孙颖莎开局取得2比0领先，陈梦迅速追平为3比3。2比1反色得分，这是莎莎这2年练出的沙板。4比3，陈梦有意识地拧中路，不给莎莎发力机会。第2局开局手球，莎莎发正手短，陈梦摆了个刁钻的正手小三角准备反拉，结果莎莎球落点更偏。莎莎相持中被变线，没有及时摆脱，反手被压着打。9比9，白短抢拉，一套干脆的得分手段。11比10，这次莎莎正手保护得很好，正手小臂收得很快，拉得扎实，加足了质量。陈梦被迫失误。第3局第1球，莎莎相持中的反手爆抽。0比4，莎莎常用的套路接连失误。莎莎进攻很积极，但是得势不得分。第5局0比1、1比2和2比2，都是莎莎做了改变，反手减少了发力，尽可能跟上速度，咬住比分。
11比10，大范围的正手拉难度很大。13比12，莎莎台内一板正手挑打，拿下第5局。我们继续看第6局，开局莎莎并不顺。5比1，被陈梦捅反手长。8比4，陈梦动作没有那么舒展，拉莎莎正手被反拉。8比9，莎莎发正手短，接反手中路大角度。9比9，莎莎接发球摆了一板，限制局末。孙颖莎顽强地追到了9比9平。随着陈梦上手失误，孙颖莎拿到了赛点。随后陈梦回球出台，孙颖莎以11比9赢下了第6局，大比分4比2战胜了陈梦。的激情碰撞，孙颖莎苦战7局，以4比3战胜队友王曼玉，首次在单打世界杯中夺冠。孙颖莎和王曼玉的世界排名分列第1和第2，这场女单决赛，两人也实至名归地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。开场之后，王曼玉迅速进入状态，无论是反手抢攻还是中远台相持，都表现得更为出色，局分3比1取得领先。但是随后，孙颖莎加强了自己前3板的火力，连追2局，将比赛拖入决胜局。决胜局，孙颖莎在全场观众的加油声中，开场就取得3比1领先。此时，王曼玉请求了暂停。暂停归来，孙颖莎发球违例，被罚1分。随后出现了是否擦边的争议球，王曼玉把两人比分追成5比5平。最后时刻，王曼玉多次在落后的情况下追平比分，但是关键的9比9平之后，孙颖莎表现得更加坚定。她连得2分，11比9赢下决胜局，第一次获得单打世界杯的冠军。在此之前，孙颖莎已经在2023年拿过世乒赛的女单冠军，如今世界杯又成功登顶。只要再获得奥运会的单打金牌，她就会成为女乒史上第6位大满贯的得主。孙颖莎女单首轮的对手是巴西小将高桥朱丽叶。比赛中，不论是整体实力还是节奏的把控，孙颖莎都技高一筹。最终，她以11比3、11比6、11比6和11比5直落4局顺利晋级。女子单打的比赛，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1的孙颖莎将对上今年已经61岁的倪夏莲。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1对上世界唯一。这个唯一呢，就是这次奥运会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。孙颖莎还是打掉左压右，通过调动倪老师的正手压回到她的反手位。第2局，孙颖莎是11比1获胜。哇，好球！这样，孙颖莎是13比11拿下第3局。哇，差点打上了。这样，孙颖莎是4比0战胜了卢森堡的倪夏莲，世界第1和世界唯一。决赛的对手是阿库拉，这名印度选手反手采用颗粒打法，回球非常下沉，并且反手创造出机会后，衔接正手的速度也相当快。比赛前2局，阿库拉分别以10比6和10比5拿到过局点，但是孙颖莎心态稳定，一分一分追赶，并且完成了反超，以2个12比10拿下了前2局。逐渐熟悉对手打法的孙颖莎之后以11比8和11比3再胜2局，最终以4比0横扫对手，晋级8强。孙颖莎1/4决赛的对手是中国台北老将郑怡静，两人同为右手双面的反手打法，都有着很强的正手进攻实力。首局两人就多次上演正手对轰，只是随着比赛进行，孙颖莎成功压制住对方反手，使郑怡静的正手特长难以发挥。孙颖莎以11比7率先拿下一局。
之后的比赛，孙颖莎依靠雄厚的实力，持续给对手施压，以11比4、19比17和11比5再胜3局，总比分4比0击败对手，晋级4强。球盯得很细啊，这个就是心中有数。挡球，往前压，漂亮！扛一板，反手防住，漂亮！是好的，这样11比8，孙颖莎赢下第2局。10比8，孙颖莎的局点。可以，非常好。暂停回来之后，孙颖莎连拿2分，从而以11比8拿下关键的第3局。这样，孙颖莎是直落4局战胜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。为国内的球迷朋友们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马上将要举行的就是孙颖莎和陈梦的女单的决赛，两位最顶尖的选手现在是决战至山巅了。我们现在依旧是在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4号馆，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的转播。